蒙面财经，朋友们好。这期呢，和大家聊一聊美联储的一系列货币政策啊，以及这些货币政策呢对市场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大家知道，这个美联储啊，这个最近出台了一系列的货币这个救市政策。那在3月23号呢，美联储又宣布啊，当这个一个无限量的这个宽松政策啊，意思就是购买美国国债和这个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啊，不设额度上限。那看到这个政策呢，让我想起了这个一部影片啊，就是这个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啊，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这部影片啊，挺好看的。这个虽然后面最后反派赢了啊，其实在经济战场上呢，美联储确实是在打一场这个无限战争啊。可以说使用的这个不设限的货币政策啊，救市力度可以说已经超过了2008年的这个货币政策。目的呢，就是为了对抗这次疫情导致的这个经济的暂时的停摆啊，而且这种停摆如果不加干预的话，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这个经济灾难。大家看到我这个标题了啊，标题我就叫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无限战争啊，开启无限量化宽松对抗经济衰退啊，所以美联储啊确实是在打一场战役啊，一场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救市之战。那我们总结一下，美联储目前一共实施了11项货币政策啊，实施这11项货币政策之后啊，可以说美联储压上了全部赌注，市场是一片欢腾啊，全球股市也应声反弹啊。最近几天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美国股市的反弹也是非常剧烈啊，单日的反弹也可以达到9%、10%。那这11项政策呢，我就不给大家一一做列举了啊，我就选几个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政策呢，给大家说一说。那第一项政策呢，就是美联储将这个基准利率啊降到这个0啊，就是这个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啊基本降到0。这是降息的空间基本已经达到底了。第二措施呢，就是取消了存款类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啊，存款准备金率呢就是相当于降为0啊。第三项呢，就是以零利率开展的隔夜回购操作和这个日间的信贷操作啊，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银行间的这个隔夜拆借利率啊降为0。然后客户这个银行间的这个短期流动性啊得到一个保障。第4点呢，其实就是与9国的这个央行啊，像日本啊、欧盟啊、澳大利亚啊、巴西啊、韩国啊这些这个央行啊开展了这个4500亿美元的流动性互换安排啊，主要是为了给盟国或者说贸易关系比较紧密的国家提供这种美元的流动性支持。那第5项呢，就是在之前啊已经进行了7000亿美元这个量化宽松的基础上啊，也就是国债购买5000亿啊，资产支持证券2000亿啊，然后呢再推出这个无限量的这个宽松，也就是按需可以大量购买这个美国国债和这个贷款支持证券啊，不设上限。那其实主要是这5点了啊，后面其实一共是11项，那其他的我们就不说了，其他的比如说商业票据融资便利工具啊，二级市场信贷便利工具啊都是一些货币政策货币工具啊，然后来提供这种流动性的。那美联储所有的货币政策中呢，其实量化宽松政策是力道最猛的啊。美联储可以说是美联储直接下场参与了这个国债和资产支持证券的交易啊，直接为市场注入强有力的这个流动性，兑现了这个央行啊作为最后兜底人的这种角色。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啊，重点看一下这个无上限的这个量化宽松政策啊。之前呢大家在这个看之前啊，先看一下这张图，对，先看一下这张图啊。这张图呢，其实就是整个美联储啊，从08年以后量化宽松的一个过程，一个历程哈。其实自2008年以来呢，美联储一共开启了这个3次量化宽松啊，分别是08年的11月、10年的11月啊，还有这个12年的9月啊。大家从这个图上啊看这个红线，重点看这个红线就可以了。这个红线你看，从08年的这个11月，这是开启第一轮的量化宽松啊，量非常大啊，1万多亿美元的这个量化宽松。然后第二次就是10年的这个11月啊，11月也有一小波的这个量化宽松。第3轮就是这个12年的那一次啊，12年当时正好遇到欧债危机啊，所以也进行了一次量化宽松。12年的9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3次量化宽松以后呢，基本达到一个高峰期啊，到这个14年10月啊，这个量化宽松停止啊，有一个平台期，从14年10月一直到这个18年、19、18年、17年10月啊，整个有一个平台期。那中国有句古话叫上山容易下山难啊，就是 QE 啊，也就是量化宽松，我以后就用 QE 做代替哈。这个 QE 实施容易缩表难啊，就是你08年以后啊，经过美联储你经过3轮的这种量化宽松扩表，总资产规模呢达到了4.46万亿美元
啊，就是从1万亿美元的这个左右的一个水平，一直达到这个最高峰的那个红线啊，就是最高的高峰，大家看到了吧？平的那一块 4.46 万亿美元。然后呢，从2017年10月呢就开始了缩表啊，也就是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啊，它进行了这个缩表。但是我刚才也讲了嘛，上山容易下山难啊，经过2年时间的缩表，它也才缩到了降到了 3.76 万亿美元啊，2年时间其实才缩表了7000亿美元啊，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线啊，向下有一个下滑，有一个下坡啊，下滑那个低点是 3.78 万亿美元啊。然后没有停留，没多长时间啊，到了19年9月啊，当时美元流动性非常紧张，隔夜回购利率呢一度触及了 10%。美联储为了应对这种美元的这种紧张吧，美元荒，那重新回到了扩表的通道啊，从2019年的9月谷底的这个 3.78 万亿的这个美元这个谷底啊，一路扩张到2020年2月26日的 4.16 万亿的规模啊，然后再加上这次3月份这次的扩张，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啊，美联储又扩张了大概100多亿美元啊，一直达到这个4.67万亿美元啊，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线上这个最尖的部分啊，最往上已经超越了这个之前的那个平台期啊，那个 4.46 万亿已经达到 4.67 万亿美元。那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的这个量化宽松的这个节奏啊，尤其是进入3月以后，为了应对疫情啊，是非常迅猛的，这个迅速的就增加了这个5000多亿美金。然后你看这个节奏啊，应该是很快啊，美联储的这个资产负债表规模就会突破5万亿美元啊，这是整个量化宽松的一个历程啊。大家回顾了一下啊，从08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历程。因为量化宽松呢，可以说是整个美联储应对危机里面最有力道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政策啊。所以回顾一下这个政策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包括这次所谓的这种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也是就是针对这个东西。那好美联储呢，经过这一系列的这个猛如虎的操作以后啊，我们来看看它未来呢还有哪些弹药可用啊。其实可能是并不多了啊。未来的货币政策呢，也就只剩下这么3项。第一项呢，就是它可以在购买垃圾债券的这个资产；第二项呢，它就是直接下场去购买这个权益资产啊，就是买这个 ETF 啊，直接买这个其实就是等于直接参与到股票市场里面了。那第3点呢，就是实施负利率啊，这3项政策。那当前呢，这个发达国家的央行，像日本央行呢只有它亲自下场购买了这个 ETF 这个权益资产啊，就直接到股票市场里面去买。那我认为呢，就是美联储啊，基本可以说已经尽其所能啊，把它能做的呢，基本都该做的都做了，能做的都做了，可以说是。因为这个负利率政策呢，鲍威尔也明确的说了啊，他不会考虑负利率政策啊。至于权益资产和购买垃圾券资产呢，垃圾债券呢，我觉得也是可能性也不大。那经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出台啊，我想这个特朗普也再也没有什么理由去批评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了啊。这个鲍威尔天天也不用再听到这个特朗普动不动就说我要炒你鱿鱼啊！我记得当时那个特朗普有一个真人秀，就是那个英文叫 Apprentice 啊，中文叫翻译成什么飞黄腾达，应该还是在2003年的时候啊，我记得节目里动不动特朗普就说这个 You are fired 啊，你被炒鱿鱼了，听多了以后脑子里都好像有个虫子一样嗡嗡的，这个老在脑子里这个想起他这句话。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啊。这个对于美联储的这些政策我是非常支持的啊，因为我觉得企业呢可以死于这种优胜劣汰啊，死于这种市场竞争，但是不应该死于这种无差别的这种瘟疫大流行啊，就是不应该死于这种不可抗力的这种事件啊，这种极端的小概率事件啊。那如果这时候就是如果还能做一些什么的话，我觉得那一定要尽最大的这种可能啊，去避免这种企业的这种非正常死亡和这种快速的这种集体死亡啊。我觉得这也是各国呢建立这种中央银行啊的应有之义啊，也是各国给中央银行的一个使命和担当吧。因为如果是经营效率低下，或者说是因为技术革命而被淘汰呢，我觉得这种企业破产或者死亡呢可以接受啊，也是比较良性的，对整个社会的这个福祉呢也是有意义的。我一直强调就是不能把这个垃圾企业的救助到这种大而不能倒啊。你看中国其实现在就特别多这种企业大而不能倒啊，无论是这种大型国有企业啊，还是大型的民营企业啊，就是一有个这个三长两短的，他就拉上政府给他垫背啊，或者拉上几家银行给他垫背啊。你就比如说以前
说了这个3大的这个房地产企业啊，中国恒大、万科和碧桂园啊，没有人敢让他们倒，对吧？没有一个政府敢让他们倒，因为随便倒一个都有可能引发一场小型的这种金融危机。我之前有节目呢讲过这个海航的大而不能倒啊，海航通过这种所谓的资产外置啊，负债内置啊，可以说绑架了中国的各大银行啊，到最后呢，海南省政府、国开行都得出来去救助它啊，没有人敢让它倒，没有人敢不救，对吧？那其实这种救助在我看来其实是不道德的啊，尤其是在不符合商业伦理的，对很多的其他企业也不公平。这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这种救助变得盛行以后，那就变成了就只要你能从银行借到钱啊，谁能借到无限量的钱啊，谁就能做到大而不能倒啊，你就可以绑架银行、绑架政府啊，直到你最后永远也死不了，成为一种僵尸企业。好了，讲的有点多啊，我们回到正题，我们就说这个美联储啊，在这个时候的这个无限子弹啊，到底能不能力挽狂澜啊？好多人其实对这个啊还是有怀疑，对吧？我的判断呢是不敢说能力挽狂澜啊，但是至少在给经济啊，给很多企业买到了时间。那后面呢就看疫情发展情况了。如果越来越严峻，而且持续时间很长啊，那我想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会发生什么。还有一个好处呢，第一个好处我讲的就是给这个经济的这个整个经济体，还有给很多企业买到的时间嘛。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降低了整个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啊。大家也看到了之前几周各国股市的这个跌幅啊，短时间是多么的巨大啊，多么的迅速。美股呢也是短时间经历了这种多次的熔断啊。那经过美联储这一系列高强度的这种操作或者动作以后呢，我认为会缓和这种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啊，股市可能会在这一个区间里面呢逐渐相对稳定下来啊，就算是跌的话，它也不会再这么迅猛不一定上涨，但是我觉得会稳定下来。就看一看这种疫情的这种发展情况啊，以及对实体经济的这种真正冲击啊，再决定上涨也好，或者下跌也罢的这种方向或速率。接下来最后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观众问我的问题啊，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也挺有水平的。他问这个欧美央行啊偏重于降息，中国呢更多侧重降准啊，降息比较少，能说说这两种货币政策影响的区别吗？啊，我在下面有文字也给他讲了啊，我说区别呢主要在于一个是靠价格刺激啊，就是降息嘛，通过这个降低资金的利息成本，然后来刺激商业银行去放贷，那这个欧美央行使用的多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靠这个数量啊，就是中国使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降准啊，是靠数量这个去刺激。那背后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欧美是市场经济嘛，它这个主要靠价格刺激，你降准了以后也没法强制商业银行去放款。那中国呢这块因为是有比较有这个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嘛，对吧？它降准以后，它可以以政治任务的形式要求商业银行去强行去放款啊，然后国有企业再承接这种贷款，所以这是它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那现在欧美呢，其实存款准备金率也非常低啊，只有 1%、2%， 就我说法定这一块啊，所以它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降准空间，它也不需要降啊，它基本是把这个权利啊交给了商业银行，你自己去选择去贷给谁或者贷不贷，贷多少。那中国不一样，中国呢就是主要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啊，这个存放于中央银行的。那中央银行稍微放一点钱啊，放一点这个钱还给这个商业银行啊，降一降准，那商业银行就多一些弹药去贷款、去放贷啊，去这个刺激经济啊，所以这是他们俩一个重大的一个区别。那马上呢就要召开这个 G20 峰会了啊，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以视频形式这种召开。那我们到时候看一看 G20 各国到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协调的救市政策出来啊，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啊。那在这种疫情比较肆虐的时候呢，还是希望看到各国的这种合作啊。好了，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啊，先分享到这里啊，欢迎支持转发。